又是从来没遇到过的故障。只要把第二条宽带接上去，整个网络就给你崩掉了。是吗？要想恢复网络，那么只能把一条宽带给拔了。拔掉了。当时我听到这事，觉得非常的不可能，于是就半信半疑的赶到了现场。啊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给他通双网之后，他就没有了。通双网就没有。他也没有网。过来他们这边的时候，看到有这么多设备，我就先开始了解他们的线路布局，看看是不是他们把线接乱导致的。这个是无线的网络。对。这个也是负责无线的。对。这个当纯 AC。对，纯 AC。这个是监控的。然后这下面这些是监控的。不，这下面是我们收音系统的。收音系统的。对，这个是收音系统。收音系统。这个是监控。经过一番沟通下来，发现他们网络做的还是非常规范的。比如这两个路由器，一个是负责有线网络的，一个是负责 WiFi 的。下面也有两个路由器，一个是专门负责监控的，另一个是负责收音系统的。总之每个路由器都有自己的独立工作。他们说之前是运行的好好的，但近期他们网络就突然崩了。后面他们发现只要拔掉一条宽带就可以解决了，所以喊我过来看看能不能解决。当时我半信半疑的用电脑接上去，发现当前是有网络的，然后又给宽带测了一下网速，发现是可以跑到1000兆的。于是我就让他们把第二条宽带接上去，看看会不会像他们说那样，一接上去就动网。你这样盯住盯住。你这条线是到光猫的，你这光猫是路由模式还是不是调节模式？都是路由模式。都是路由模式，一接上去会动网。看着没断，但是已经打不开网页了。打不开网页了，还有这种是确实打不开了，这什么原理？你这种情况我没见过。我再拔掉这光猫。对。拔掉了。拔掉了，看到网页能打开吗？能。一拔掉就马上好了。对。但我看一拔掉一条宽带，网络就立竿见影的好了。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光猫有问题呀，于是我就把光猫接到我电脑上，看看我电脑能不能正常上网。光猫接上去后，我首先测了一下网速，发现能测出500兆的宽带。500兆的。他们说这光猫确实是500兆的宽带，那么这个光猫确实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我再次接回去的时候，网络又崩掉了，一插上去就秒直接没了。你这是什么原理？是不是在冲突？我说的是。对，地址多少？这种情况我只能进路由器后台看见是什么情况了。当时我来到了后台，我看到的万1和万2都是获取1网段的，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起冲突，但这边的负责人告诉我，其他3家门店都是这样获取1网段的，但从来没有断过网，就是不知道这边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。为了排除这个原因，我就把其中一个光猫改成了0网段。但是尽管我改成了0网段，一接上去网络还是会崩掉。我又进后台看了下，确定一个是1网段，一个是0网段，按理说不会有冲突才对。我这里就拼了下外网，发现外网也是拼不通的。外网也拼不通。但是只要我拔掉一条宽带，待会儿看吧，网络就马上给我恢复了。要是你再接回去，不出5秒，网络就马上崩掉了。插回去，外网直接崩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这边突然就停电了，但机房的设备没有被影响。停电了？这个片段是我刻意留下来的，可能和答案有关。不像停电，电脑还有电呢。没有，我们灯还坏了，坏咋了？嘿嘿，这不可能啊！谁给你？当时我就怀疑第2条宽带有问题了，于是我这次没有拔第2条宽带，而是拔了第1条宽带。让我没想到是，仅仅拔了5秒，网络就恢复了过来。大伙也看到了，反反复复的测试，这2条宽带确实不能够共存。当时我就给一个光猫改成调节模式，让路由器不要试下，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大伙看吧，万2现在是实实在在的不要上网的，万1它是自动获取的。但是尽管我改了，一插上去还是会断网。断了。从来没遇见过。只有再拔了，网络才能恢复。于是我就把第2个光猫也改成了调节模式，看一下这样2条宽带能不能共存。当时为了排除跳线的问题，我还给光猫换了新跳线。就这样，2个光猫都改成了调节模式，
路由器也成功拨号了，但是网页它就打不开，一样是要拔一条宽带才行。当时我也怀疑过，是不是这个路由器坏了，但人家否定了，因为他也试过其他路由，都是这种情况。当时我不太相信，于是我就接下面那路由器试了下，断的真是快哦，插上去直接断，拔了就马上恢复了。那只能怀疑是他们光猫有问题了。当时我们就把宽带师傅给摇来了，但经过人家一番检查，光猫确实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为了打消我们的顾虑，宽带师傅还给我们换了光猫，认为把光猫给换了，故障就能解决了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吧？一样的，也是通不了。对。有什么原因？就是我告诉你了，把我搞懵了，有没有这样？如果搞不了就先恢复，让他们先用着，你先去想好了，或者你以后要人也行，好吧？这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，当时我也没辙了，我只能怀疑他们路由器是不是做了某种配置，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。于是我就问他们能不能给路由器还原出厂，让我重新调试一遍。当时他们也答应了，于是我就给路由器还原出厂，重新配置了一遍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不管你如何配置，只要两条宽带同时接入，网络还是会崩掉，没有任何理由。当时我就看了一下他们光猫，我倒是傻，这边有6条宽带，我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宽带来试下呢？于是我就用其他的宽带放到第3个路由器上试了下，但遗憾的是，网络一样会崩掉。这貌似就像铁一样的规则，1条宽带可以正常上网，只要2条，网络绝对会崩掉。后面实在没辙了，1条宽带就1条吧。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当时改了路由器拨号，以为网络会稳定些，但是后面发现网页打开特别的慢，有时候页面加载半天都加载不出来，这比光猫拨号差的太多了。当时我就进后台看了下，万口的 IP 地址居然就没了，再过几秒它又自己出现了。当时我就看了下系统的运行日记，发现万一断开的频率非常的高，短短2分钟就断开了5下。我再往下翻了下，全是断开的记录，难怪网络会出现爆卡。后面我们又以为是光猫的问题，于是就用电脑单独接到光猫上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我们 PY 网和打开网页测试了1个小时，仍是没有断开的记录。但只要路由器拨号，网络每隔10几秒它就会断开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只能摇人了。经过我朋友一番检查后，他和我说是设备坏了。当时他告诉我，这里大量的 UDP 数据包在报错，不只是 UDP 的包， TCP 和 PIN 的包也存在 FCS 错误，这说明了硬件存在故障。后面他直接路由器内部抓包，然后再打开专家信息给我看，说红色的校验包这妥妥的硬件故障了。但是这边的网友说，不是不相信我们这边的水平，而是我来过也试了3台路由器，都是这种情况。你要说3台路由器坏了，这概率也太小了吧。当时我就坚信我的朋友，由于下面2个路由器不能轻易断网，为了证明是设备坏了，我只能回去拿我的路由器来测试了。这个也是企业级的。那你用这个系线吧？插这个线吧。这个通电。其实能遇到这种案例，我非常的开心。不过他们挺好奇，我为什么一边修一边拿着手机拍摄。当时我是这么回他们的：你这种要解决了，看点多了，至少把这些全部案例全部收集完，方便以后的人提供参考吧。做这行的小白都是不容易的，没人教，我也是没人教啊。所以我把遇到的全部收集起来给他们看。他们平常的话也会支持我一点，买一些工具啊什么的，螺丝笔啊、寻线仪啊、电笔啊这些。你那个弗洛克是店里面的吧？公司的。至于后面的测试我就跳过了。总之所有的光猫接到我路由器上，不管是1条、2条还是3、4条，都没有出现断网的情况。这就说明了他们3台路由器确实同时出了问题，具体原因我就不清楚了，也可能和他们断电有关。但是这种故障还真是可遇不可求。今天过来解决一个极其隐蔽的故障，因为这个故障发生只有2秒。当时我过来的时候，小姐姐就和我说，这里的电脑总是莫名其妙的断网，而且断得非常的离谱。因为它断网几秒后又自己马上恢复了，只是一点痕迹都不留，让你查无可查。我给大伙看一个镜头吧，注意看这个网络图标，快看，这电脑它又断网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它又自己给恢复了。关键它是断的还是没有规律的，下一次断开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
这是我蹲了好久才拍下来的镜头。期间他们宽带师傅也喊了，外面的师傅也叫了。由于这个故障发生时间实在太短了，一直迟迟没有找出原因来，所以这次就喊我过来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故障所在。我跟着小姐姐来到机房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些设备都是运行正常的时候，我也无从下手。一般这种设备都是很少出现故障的，索性我就让小姐姐带我去看一下，都有哪些电脑是断网的，没准在那边更容易找到故障原因。我来到电脑面前，我看到这电脑目前是联网状态的，现在是没断呢。是吧？它主要是有时候断一下。看那网线在哪里？于是我就检查了下它的网线。这个是你们电脑啊？啊，这是主机。像我那边那台我没有掉过，我那边那台我用了有半个月了都没见掉过。我看了一眼水龙头，除了打的有点潮外，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姐姐还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哦，就是说有些电脑掉，有些电脑不掉是不？哎，对，是这样子。那你还知道哪台？那就是并非全部电脑都这样，只有部分电脑才会这样。然后我又让小姐姐带我去下个地方，看看下个地方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来。就是说这台也掉。这台也有，有时候掉一下，有时候灯就自己连上了，它是自己连上了。自己连上。对。也是插网线的，这里面吗？在这。这个是主机。我看一下，线是打没问题的。这种看不出来，我得拿寻线仪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拿寻线仪一下。于是我就用寻线仪给它对了下线，网线也是没有断线的情况。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寻线了，看看这条网线有没有通向机房，因为我怕还有小交问题在。好消息是，这条网线是通向机房的。有。我给这条网线也对了下线，发现对线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那他们断网原因暂时就排除了水龙头的问题。然后我又去了另一个房间，因为小姐姐告诉我，这台电脑都是从头到尾从没有断过网，所以我就过来看一下了。你这台是一直都没断过对吧？我用是没断过。我从3月开始吧，3月初开始到现在没断过。从没断过一次。对，这断了，它又自己连回来呀。就是他们确定会断是吧？对，他们确定是会断。然后你这台是确定没断？我这台没断。我查一下你这台线路。你先查我这台嘛，看看我这台是怎么样。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头绪，索性也打算找一下这台电脑的网线有没有通向机房。应该是这条。经过了一番查找，我发现这台电脑也是通向机房的，没理由会这样啊。后面我只能进入去后台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我进来了后台，优先查看了下系统的运行日记，看看宽带有没有断开的记录。结果我看到宽带的断开记录都是在半夜凌晨，可是我刚才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又和我说其他房间的电脑又断开了一次，但是我过去它网络又是正常的。这种情况下确实挺无解的。既然外网找不出什么蛛丝马迹，那么我就转变一下思路，先排查下内部网络有没有异常。但是戏剧性的事来了，这台号称从没断网的电脑，就在被我撤了下线，再把网线插回去的时候，它就彻底断网了。当时我就马上查了下断网的原因，结果看到本地连接没有感应到这条网线。当时我还以为是我网线没有插紧，索性又重新插了冤网线。但是尽管重新插了，这台电脑依旧是感应不到网线。那时候我又以为是我在机房没有插紧的缘故，然后我又去了机房重新再插了一遍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回来这台电脑依旧是没有网络，这下脸丢大了。我过来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反而还把正常的电脑给搞断网了。人家小姐姐可是一路在旁边看着呢。后面我又去了机房，干脆把网线换到另一个口试下。那就随便再插一个口试一下。当时我还多留了个心眼，我把网线换到了16号口。我看到16号口的灯是亮的，我才回去的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台电脑依旧是没有感应到网线，这是咋回事哦？我真的啥都没干，这台电脑就彻底断网了。后面我以为是网线出了问题，我又给网线重新对了下线，发现网线它是正常的。为了证明清白，我干脆拿我的电脑插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我电脑都显示正常，我测个数。谢天谢地的是，这条网线插我电脑上倒是正常了。期间我还测了一下数，是有网络的。
但是一插回他们电脑后，他们电脑依旧是感应不到网线。我给大伙看一下吧，网线插上去灯是亮的，但是就是感应不到网线。哎，那就是闪了呀，它就没有接上，它已经接了呀。对呀，你的主机坏了。这下麻烦了，毕竟我过来之前它是好的，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百口莫辩了。我再插我电脑上。这事都能遇到。我电脑是有网的，网速也是可以测的。我怀疑断网是不是跟你们这个有关了？它确实亮了。如果这个问题的话，是主机还是电脑啊？显示屏还是电脑？你这个彻底没有了。我看看更改适配器。你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只能重启了。于是我只能重启试下了。若实在不行，就赶紧跑路吧。重启试下。不带这么玩的。这电脑很容易卡住了，这台电脑。卡住归卡住，但是不带这么玩的，一拔了就再也恢复不了了。希望还是好，不然还没。好了。哦，真的，我怕东西还没修好，你这里已经开始，坏了一个。看吧。好了是吗？好了。我就说这机子很容易卡的。它这个机子太容易卡住了。好在经过万能的重启大法，这电脑又活了过来，这下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不用跑路了。但是他们这里的问题依旧是没有解决。为了不让小姐姐失望，我今天非给她找出原因不可。当时我再次进入后台，但是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所以只能再次来到机房了。当时我为了排除路由器问题，我首先用电脑插到路由器上，开始了长拼。我首先拼路由器，然后再随便拼个网页。如果宽带有问题，那么我拼的这个网页它就会超时。如果两个都超时的话，那么就是路由器的问题了。我用电脑插到路由器上长拼后，我用了相同的方法，在他们其他几台电脑上长拼。过了段时间，我再过来看一下数据是否统一。就这样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他们3台电脑有2台路由器和外网都出现超时的情况，然后我的电脑和这台电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排除了路由器和宽带问题了。要是路由器和宽带有问题的话，那么全部的电脑都应该这样才对。后面我又好好检查了下这2台断网的电脑的水龙头，我记得上次出现类似的情况，后面查出的原因是那个师傅的压线钳有问题。我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又重新打了一遍水龙头。打完后，我用寻子仪找到它另一头，也重新打了一遍水龙头。这下水龙头都换了，看它还会不会断网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过了段时间，这2台电脑依旧会断那么一下，这倒是让我挺纳闷的。这个时候我也没辙了，正当我准备回去的时候，想粉丝们一个，于是我就狠下心来，再次梳理了一些蛛丝马迹。我回想了下，我刚才寻线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这2台断网的电脑是插在这个交换机上的，这台正常的电脑是插到另一个交换机上的，会不会是这交换机出现了问题？当时我检查了这台交换机的工作模式和线路，倒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。索性我就用我的电脑插到这个交换机上，开始了长拼。经过了段时间，我电脑果然也出现了长拼丢包的情况，但是我看一眼交换机，发现它是正常运行的。之后我就纳闷了，我电脑明明丢包了，但是交换机是正常的。然后我又去看了那台正常的电脑，当时我查了下，这台电脑从我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丢过一次包，因为这电脑是插在其他交换机上的。这个时候我就更加怀疑这个交换机了。那时候我以为是交换机的主线有问题，我干脆就把主线换了下试试，看看换了主线有没有再次出现丢包。我换上主线后，经过了段时间，我发现我电脑又丢包了。我也查询了抓包的数据，确实没有任何还落的迹象。然后我又去看了那台正常的电脑，发现这电脑依旧没有丢包的情况。
那十有八九是这个交换机有问题了，但是我又没有证据，于是我就拿着相机重点盯着这交换机看，看看我电脑再次丢包的时候，这交换机有没有什么异常。经过了段时间，我电脑又出现了丢包，我马上看了一眼交换机，这交换机果然出现了问题，好在我相机拍了下来。这里大伙注意看它的灯，这颗交换机的灯灭了2秒又恢复了。这里我给大伙多放几遍，这个故障发生的过程不到2秒，那属于是极其隐蔽呀，难怪这么多师傅过来都栽了跟头。看来问题是找到了，但这个时候我有没有带交换机过来？巧的是，我发现这个机房里面居然还有个交换机，于是我就试了下这个交换机能不能通电。好在这个交换机插上电源后，它是可以通电的，索性我就把这个有问题的交换机给替换掉了。就这样，我又拼了2个小时左右，那些电脑果然没有出现丢包的情况了。等等，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谁能想到第2天他们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，说多台电脑网络又崩了。没理由啊，故障已经被我找到了，网络怎么可能还会崩？由于这期视频实在太长了，锁定他们网络崩的原因，我就把它放在下一期再讲。好了，希望本期的排查思路会对你有帮助，感谢大伙一路观看。这边3000兆的 AP 只能测出200兆的网速，就连7类双屏微线也就只能跑个500-600兆。关键我过来啥都没干，他们的 AP 还疯狂的断开，然后客户还来了一句，他之前是好的。得了，我又摊上大事了。好了，先讲这边 WiFi 跑不满的问题吧。我一过来，客户就测速给我看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用的是什么软件测速，但是我看节点不在我们海南，那这种测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而且我还发现他把 AP 装到了电视后面，大伙看过我往期视频的都知道，电视里面有一层金属屏蔽罩，那个隔绝信号是非常的厉害的，就算你人在 WiFi 面前，信号也是很难满格的，哪怕你手机显示满格，它的无线速率实际上也跟不上了，所以这种测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那这种情况只能去他房间里面了。来到了他房间，我再用他手机测了下网速，虽说现在网速提升了1倍，但是这个测速软件节点不在我们海南，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手机打开滑瓣测速试下了，原为用我的手机就可以跑满了。但是让我想不到是，这样滑瓣测速跑起来也就580兆左右，这不应该呀。我只能用电脑接上去检查一下有线网速能跑到多少。测速之前我还特意看了下它的端口速率有没有到1000兆，好在这里显示它是1000兆的速率。那么就开始测速吧。多少看呢？1000兆。1000兆，我看它现在能测到多少？客户说他家的宽带是1000兆的，但经过换测下来也就590兆。后面我再多测了2次网速，发现一样都是590兆左右，那就要去路由器那边测下网速了，看看那边的网速有没有到1000兆。这网线好哦。啊，我在里面了。自己打的。我跟我同学打的，我同学会打一点点，但是不知道对不对，反正就打了。来到路由器这边才发现，他埋的还是7类网线，接上路由器后，网速果然就提升了几百兆。看来房间里面的网速果然有问题。我拔了下房间的网线，看了下水龙头，它8芯都是通的，而且网线也做了接地处理，那很大概率不是网线问题了。于是我就把它接了回去，然后再去房间里面试了下。我这边又开始测了下网速，结果还真的是只有590兆，那可能是这个 AP 面板有问题了。要排除它也很简单，我这边就把它给拆了。拆了以后，我就把网线拿了出来，接上去测速后，我才发现还不是 AP 面板的问题。哪怕现在没有经过 AP 面板，网线出来的网速也就590兆左右。这种情况只能上寻日仪了。我用寻日仪很快的就找到了这条线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1到8芯是亮的，但这需要灯它是不亮的，它代表了地线。这水龙头虽说接地了，但是没有接地成功，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，我只能重新打水龙头试下了。至于打7类水龙头的过程就有点漫长了，我往期有教过如何打7类水龙头以及接地，所以这个步骤我就跳过了。我手里这款压线钳，它可以打5类、6类以及7类，我出装就有同款。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入手一把。两边水龙头都打完后，我就上寻日仪对线了。我这边看了下，它1到8芯是亮的。我主要注意的是这需要灯，只有它亮了才意味着接地成功。接下来我就把网线接回去，然后再去房间里面测下网速，看看能不能跑到1000兆。我来到房间，打开测速软件，这么一测，
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它现在是可以跑到1000兆了。谁能预想到7类双屏密线转1到8星它是通的，也不一定能跑到1000兆。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没有接电原因导致的。网线的问题解决后，我就把 AP 接了回去，然后在测速试了下，看看宽带经过 AP 有没有衰减的情况。好在经过测速也是没有任何的衰减。接着我就开始测无线了，原为会跑到900多，但让我想不到是居然只能跑到700多兆。我马上看了下 WiFi 的连接速度，发现也是700多兆，这没理由啊！我印象中这 AP 它是支持3000兆的。为此我还特意查了下这型号的参数，它上面标的是支持160赫兹频宽的，而且无线的速率高达3000兆，那肯定是哪里不对了。我就打开软件看了下它的频宽，结果还真的有收获。你这频宽全部都是80，没有160，跑不了。目前这 AP 的频宽只有80赫兹，那应该是设置上出了什么问题。于是我就进后台看了下，我在后台果然就找到了原因，不知道是谁手动把频宽改成了80赫兹。当时我就问了下粉丝，但粉丝他也不知情，于是我就把频宽改成了自动。没想到这么一改反而更加的严重了，连接的速度直接掉到了299兆。然后我再测了一下网速，之前还能跑个700多的，现在倒好只能跑个400多了，这不应该呀，自动模式下应该会变成160才对。我马上用软件查看了下，频宽居然变成了40赫兹，看来自动模式不太靠谱，我只能手动修改成160赫兹试下了。结果这么一改，手机的连接速率飙到了2401兆。然后我再测了下网速，太好看吧，修改成160频宽后，网速果然就直接跑满了，以为这样就结束了。但当我想再测速的时候，我就发现 WiFi 直接断开了。我看了下 WiFi 的列表，发现 WiFi 的信号特别的弱。我看了一眼 AP， 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它断电了。后面我等它开机后，我再连接上，然后我打算再测下网速，没问题的话我就回去了。但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只要你一跑满宽带， WiFi 就马上断开，而且我的电脑也显示无互联网连接。这时候我再看了下 AP， 发现它怎么又断电了？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，我只能去 A7 那边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你看又断了没有？儿童房又断了。喂，这边这个也断了。主要阳台这个怎么又断了？我不知道是供电问题还是 AP 的问题，它老是断，老是断。刚才有一个断，现在就到儿童房断。来到 A7 这边我才发现，不光是房间的 AP 断，就连其他房间也出现断开的情况。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客户就和我说了实情。那个机子它只能供好像是供6个吧。功率这么低吗？只能供了6条线。开始我问了那卖家，我说我加一个在阳台啊，说不行，你这就是 AC， 他说 AC 只能供电供六条线。那他搞8个口什么意思？我就在我说，当时客户有点激动了，我这边就重新描述下吧。原来这 AC 虽说有8个口，但最多只能支持6个 AP， 而且这6个 AP 还不能满功率，一旦满功率的情况就容易出现供电不足。这也难怪 AP 自动模式下频宽只有40，原来是 AC 的功率不够了。当时我正好把它们调成160赫兹，然后再一下子全速跑满宽带，这就导致 AP 供电不足，直接断开了。这种情况我也是头一回见，后面我只能把它改成80频宽了。如果客户想要跑满宽带，那只能给他增加一个 PO 交换机来分担功率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